這是一個考驗膽量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個奇特的故事。聰慧過人的女人上錯了火車，列車開動之後才發現方向坐反了。孟慧慧一跺腳，真想扇自己一巴掌。列车員給她出主意：女士，您可以到前面一站下車，再買票乘坐返程車吧。這位漂亮的公司金領孟慧慧中途下車購買返程車票，嘿，怎麼就这麼倒霉？只有一班回去方向的列車，還在10分鐘之前已經過去了。要想回到公司，只能等明天的車了。孟慧慧打算找家賓館住下，這才意識到，哎呀，這裡剛好是我的老家啊。她自幼生長在農村，17歲之前就沒有離開過這座縣城。孟慧慧一想，乾脆這麼多年了，我回我們村兒去看一看吧。孟慧慧父母雙亡，村子裡也沒有其他親人了，但是有小學和初中的同學啊。最要好的女同學蔣多多非常高興，就把孟慧慧拉進了自家院子。進屋一聊，提到了孟慧慧初中的時候暗戀的男同學陶明君。哎，慧慧，你不知道陶明君已經死了好些年了啊！孟慧慧大吃了一驚，他好好的怎麼死了？怎麼死的呀？蔣多多就告訴了孟慧慧，說是陶明君當年在孟慧慧上大學之後的第2年，便在一場爆炸事故當中去世了，連屍首都沒有找到。孟慧慧心裡很難過，打算到陶明君的墳上去燒幾張紙錢，祭奠祭奠。蔣多多說陶明君死得蹊蹺，勸孟慧慧最好還是別去了。孟慧慧不聽，堅持到村子外面找到墳場，祭奠了男同學陶明君。第2天乘坐火車回到單位，工作一切順利。可是到了晚上，麻煩了，孟慧慧連夜噩夢不斷。做的什麼噩夢啊？夢到死去的男同學陶明君來找孟慧慧了。慧慧，咱倆當初初中的時候就相互喜歡，都怪當時我太內向，從來沒敢向你表白過。現在我不想再錯過了，你跟我走吧，我在那邊可好了，保證能讓你幸福。您說这孟慧慧能不害怕嗎？當時就被驚醒了，一身的冷汗，一連好幾天都是同樣的這個夢境，嚇得孟慧慧晚上都不敢睡覺了，只好到醫院看醫生。可是醫生說她一切正常，只是給開了一些安神的藥片。吃過藥片，孟慧慧的夢境啊依然如故。早上起床之後，她打通了老同學蔣多多的電話。多多，我自從回來之後，天天晚上做噩夢，是這麼個夢境，你說該怎麼辦啊？電話另一頭的女同學蔣多多一咧嘴，我說不讓你去祭奠陶明君吧，你偏要去。哎，現在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你再到他的墳上去一次，去送他一送。孟慧慧又来到了女同學蔣多多的家裡，聽蔣多多教給他了一套說辭之後，帶着幾包點心和水果，以及金銀元寶和紙錢，去往陶明君的墳墓。剛接近墳場，路對面走過來一個熟悉的身影，越走越近，孟慧慧大吃一驚，害怕極了。雖然是白天，她也是渾身汗毛豎起，估計每一根汗毛都得像鋼針一樣硬。對面這個人是誰呀？他的初中語文老師張老師。張老師本身不嚇人，嚇人的是孟慧慧記得聽人說過，這位張老師好像早已經去世了呀。張老師還是以前的老樣子，樂呵呵地向自己的學生孟慧慧打了個招呼之後，便騎着自行車回村子去了。孟慧慧強撐着，壯着膽子到陶明君的墳頭上，
按照女同學蔣多多教給他的說辭，邊念叨着，便再一次祭奠了陶明君。回到蔣多多家里，一說碰上死去的語文老師的事情，蔣多多是哈哈大笑。我说慧慧，你是被噩夢嚇怕了，也是記錯了。人家張老師活得好好的呢，怎麼會已經死了呢？你完全是記錯了，沒有的事兒。孟慧慧點了點頭，這才勉強放心，回到了城裡自己的家。當天晚上，孟慧慧心想，這回應該不會再做噩夢了，我可好好睡一覺吧。萬沒想到，睡到半夜，夢境又來了，這次更為可怕。夢裡頭曾經暗戀過的男同學陶明君又來了，教語文的張老師也來了。看樣子陶明君和張老師關係很好，兩個人異口同聲都勸孟慧慧讓他跟着他們一起到那邊去生活。張老師甚至還說，慧慧，只要你答應，回到那邊之後，我來給你們當證婚人，操辦婚事，讓你和明君做一對幸福的夫妻，不比你現在當這個女光棍強100倍嗎？這可把孟慧慧給嚇着了。情急之下，孟慧慧急中生智，張老師，白天我聽蔣多多說了，您不是沒有死嗎？我不是在墳場邊上還碰到您來着嗎？張老師哈哈一笑，慧慧，白天我讓你看到我，就是想提醒你，明君這孩子他還一直惦記着你呢。孟慧慧還想爭辯，這時候由打張老師身後一探頭，走出來了女同學蔣多多。哈哈，慧慧，你可真夠不開竅的，難道你沒注意到嗎？這麼多年了，我一點沒老，還是原來的樣子。告訴你吧，張老師和陶明君還有我，都是在那場鞭炮廠爆炸事故當中被送到這邊來的。這邊可好了，你就來吧。說着話，蔣多多伸手就抓孟慧慧，要把她拉到身邊去。孟慧慧驚叫一聲，從夢中醒來，一摸自己，渾身全被冷汗給浸透了。這一回，這位聰明的孟慧慧再也不敢找女同學蔣多多去解決問題了。她等到天亮了之後，把最近做夢的這些經歷全都告訴了閨蜜潘拉拉。潘拉拉皺着眉，把長頭髮一甩，慧慧，叫我說你什麼好呢？你是現代女性，知識分子，怎麼還神神叨叨的，滿腦子封建迷信啊？依我看，你這就是工作壓力太大造成的睡眠障礙。孟慧慧臉一紅，在閨蜜潘拉拉的建議之下，找到了醫院的神經內科，又拿了不少的藥片和膠囊。吃藥之後，嘿，還是老樣子，每天晚上做同樣的噩夢。閨蜜潘拉拉這才一跺腳，拍着胸脯告訴孟慧慧，我認識一位上海的精神心理科醫生，他準能看好你這病。孟慧慧來到上海，下了高鐵，乘坐地鐵，到了醫院要掛號，突然看到對面的一個人，把孟慧慧可給嚇着了，這回可比做噩夢還要害怕多少倍。對面這個人是誰呀？他初中曾經暗戀的男同學，最近天天出現在他夢中的陶明君。孟慧慧扭頭就想跑。慧慧，你是孟慧慧吧？怎麼見了我就跑啊？陶明君攔住了孟慧慧，把她拉到一旁，講述了一遍自己這些年來的經歷。就在孟慧慧考上大學的第2年，陶明君的父母逼着陶明君結婚，對象是鄰村的一位姑娘。陶明君不樂意，就離家出走了。結果被父母托人把他給找回了村子。有一天，村子不遠處的鞭炮廠發生了爆炸，陶明君靈機一動，竟然趕到現場，將自己的一件衣服扔進了炮廠廢墟裡，然後就偷偷跑到上海來打工了。
有人從廢墟當中找到了裝着陶明君學生證的殘缺上衣，認定陶明君也被炸死了。他的父母是痛不欲生，1年之後相繼生病去世，這讓陶明君十分後悔，萬分自責。所以這麼多年，直到現在不打工了，自己開了公司，他也不敢回村子裡去，怕被人罵。孟慧慧聽完之後，心裡有些輕鬆，可轉念一想，他又皺起了眉頭。現在看來，這陶明君倒是像是真的活着呢。可那語文張老師和蔣多多呢？蔣多多可是的確很年輕啊，跟10年前沒什麼區別。還有張老師，早就聽說他死了，只是蔣多多跟我說張老師還活着。想到這兒，孟慧慧一咬牙一跺腳，她的膽子也大起來了。陶明君，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回老家村子一趟？我想求證一件事情。陶明君皺着眉頭想了想，行，好吧，我也早想回去一趟，讓鄉親們都知道我還活着。孟慧慧也不找閨蜜潘拉拉給介紹的那位醫生看病了，與陶明君一起就回到了老家，找到女同學蔣多多，倒把蔣多多給嚇得不輕。陶明君，你是人是鬼？陶明君又把跟孟慧慧講過的那一番經過敘述了一遍，蔣多多這才不害怕了。孟慧慧就把自己後來做的有蔣多多和張老師出現的噩夢向蔣多多全說了，眼睛盯着蔣多多的表情，蔣多多也就明白了，哦，合着我这位老同學孟慧慧到現在還在懷疑我和語文張老師是人還是鬼呀？他也不解釋，領着孟慧慧和陶明君到好幾位同學家轉了一圈，又去看了看張老師，最後回到自己父母家裡，請孟慧慧和陶明君吃晚飯。孟慧慧終於相信，看來我的這些個同學和老師全都是大活人啊！從此之後再也不做那些個噩夢了。陶明君經常來找孟慧慧，希望與她進一步發展。